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修这个极光的笔记本电脑电源，它的输入电压是100伏到240伏 1.9 安，输出电压是19伏 7.9 安。现在它有两个故障，一个故障呢是 PFC 电路不工作，一个故障呢是输出电压有点偏低，只有 17.5 伏，正常是19伏，实际上也没有差多少。如果没有 PFC 电路呢，也应该能够正常工作，但是呢，它输出电压低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。实际上输出偏低的原因呢比较简单，就是我们这个稳压回路出现问题。一般后边都是用的 TL431，而这里用了一个 DSB01， 实际上呢就是 DSB001。这是一个稳压芯片，它四角内部有一个稳压管 2.5 伏的，其他部分就像一个运放。改变它周围的电阻就能够改变输出电压值了。这个电源芯片呢，它用的是 DAP014， 实际上呢，现在市场上的型号有 DAP013、DAP018， 应该是通用的。现在它的 PFC 功率管没有损坏，应该是没有 PWM 信号输出，或者是它是一个智能的，当后级电流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 PFC 电路才工作。目前呢，这有一个过流保护的光耦，这有一个稳压的光耦，没有发现有电流检测部分，所以呢应该是 PFC 芯片损坏了。下面呢，我们首先量一下后级的电压，接了假负载以后，后级的电压比较稳定，所以我们改一下这个芯片周围的稳压电路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插电测量一下。首先我们测量一下它的 PFC 电压，正常 PFC 电压应该是380、390左右，我们看它只有289，很显然没有工作。那么我们再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，输出电压正常我们刚才看到了是19伏，而这个电压呢只有17伏，我们可以用20伏档再测量一次， 17.57， 很显然偏低。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稳压电路稍微改一点，或者是把变值的电阻给它更换掉就可以了。因为 PFC 电路如果正常工作的时候，后级电压也是不受影响的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稳压电路，这端有一个电阻，这端接的是供电 17.5 伏，实际上就是正极输出端，然后通过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，然后限流以后，这个电阻呢接到了这个光耦的一角，然后这个电阻呢是通过这儿接我们这个芯片的二角，这个芯片的二角呢就是电压检测端，然后通过这两个分压电阻，这端就是接 D 了，也就是接输出的负极。那么很显然这个二角这个电压有点偏高，所以它会输出电压低。我们的光耦一二角之间并联了一个电阻，它不会影响电压值。光耦的二角受控于芯片的一角。我们可以粗略的看一下这个图，这端是 VCC 正，也就是输出端，然后通过限流电阻以后，这儿有一个分压电阻，加到二角的电压来检测输出电压的高低。由于这个位置的电压偏高，所以输出电压就偏低。三角是内部误差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，二角是内部误差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。三角实际上是接电流取样，当后级电流偏大的时候，它同样会使后级电压输出降低，从而保持电流稳定。这里我们没有画出它的导线。四角是接地，内部有一个 2.5 伏的稳压管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根据电路的损坏原因来维修。这个位置有一个 49.9K 的电阻，这儿有两个 16.5K 的电阻。我们首先要把这三个电阻都焊下来，看看这个电阻哪个变值了。如果没有变值的话，我们就把下边这个1652的电阻阻值给它稍微换小一点，这样就能够恢复正常。因为有可能不是电阻的问题，是这个芯片稳定性不好了。但是呢，
我们刚才也测量了，后边无论接上假负载和不接上假负载，电压输出都非常稳定，所以我们稍微改一下这个电阻，或者是把变值的电阻换掉就可以了。果然是下边的电阻阻值变大了，换了电阻以后，我们看 19.61 伏，完全正常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